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不想向别人求助，你是这样的吗？以下这些描述是否符合你的情况呢？上学时遇到问题不会，从来不会主动去问老师，即便你知道那个老师很和蔼，你也看到过他辅导其他同学，但就是不敢去问。毕业后进入公司，作为新员工，你有很多地方不明白，但你宁愿自己死抠，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琢磨，也不会去请教其他同事。生活中你也是这样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迷路了，导航也看不明白，你也许会自己随便选一条路试着去走，而不会去询问路人。家里水管坏了，要找工人来修，明明在群里问一下邻居或者物业工人电话就可以，但你就是不问，最后自己捣鼓捣鼓就把它修好了。这样的你有着很强的自学能力，别的人也许会夸你很厉害，因为一个很陌生的东西，你总是能试一试就搞定。但这样的你，其实有时候也是想要求助别人的，只不过内心的恐惧阻止了你。这种恐惧有两种可能性。第一种可能是你曾经求助过，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帮助，可能还得到了羞辱。比如别人对你说过，这你都不会，你也太蠢了吧，你是谁呀，我凭什么帮你之类的话，这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。你为了避免自己再次被伤害，于是尽量让自己不要有求助情况的发生，遇到不会的上网搜索，或者自己慢慢尝试，反正不去询问别人。有的人甚至形成了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帮助我，这个世界大家都是冷漠的信念。如果你属于这种情况，那你需要重新建立对于他人的信任感。比如你可以请求爱人朋友，这样比较亲密的人，也可以请求警察军人，这样比较乐于助人的人。从他们身上逐渐体验求助别人没有那么难，我也未必会拒绝。求助别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际技巧。心理学上的富兰克林效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懂得麻烦别人，反而会让你更受欢迎。第二种可能是自卑。你觉得求助别人就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不足，好像在承认自己不行一样。你要强，好面子，有很强的自尊心，不想让别人觉得你做不到或者做不好。所以你平常做事可能喜欢背后悄悄努力，然后一鸣惊人。遇到有挑战性的事情，会说自己不想要选择放弃，而不会勇敢的试一试。任何可能打击你自信心的行为，你都会避免。向别人求助就是其中之一。你无法接纳自己的不足，万事都想做好，不想被别人看不起，这其实也是一种自卑。你如果属于这种情况，那首先你要纠正自己的认知。希望你能真切地看到，你向别人求助的时候，别人未必会嘲笑你，甚至大部分情况下，没有人会嘲笑你。大家是能帮就帮，不能帮就拒绝了，没有那么多其他的想法。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。所以你不要在自己的大脑里幻想别人是怎么说你的。而且你应该知道，没有人是全能的，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，向他人求助很正常。这也不是特意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弱点，它只是一个日常的行为而已。总而言之，你有很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自我处理能力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有时候也可以试着向他人求助，它跟你上网搜索没有区别，只是一种解决方式而已。但在一些情况下，它可以让你更有效率，不用毫无方向的去尝试。就像写论文，我们都要看参考文献，对不对？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向前辈询问呐。他们的知识分享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。你会觉得看文献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吗？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该求助的时候可以求助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，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心灵时空，